这款摩米式磁吸充电宝的核心优势是可控，半固态电芯加保护 IC 把安全底盘先打稳，智容的4开关双向升降压，保证有线快充闭环，无线健全与谐振切档让25瓦无线更容易跑稳，高功率带来的发热与调档取舍也在结构里面有一因可循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们拆的这款摩米式1万毫安磁吸充电宝，主打2件事 QI 2.2 25瓦认证的无线，以及内部的半固态电池这张安全牌。大家都知道，移动电源类的新国标执行以后，移动电源的安全要求也在持续收紧，连针刺这种极限的失效场景都在新国标里反复强调，所以光说更安全没有意义，得拿结构和电路说话。这期直接拆开看证据，先把线圈磁路和热设计摸清楚，再把电芯与保护电路逐层拆出，最后用这些硬件证据解释测试片里面每一个现象。兄弟们，这个摩米式 QI 25瓦的磁吸充电宝测试片咱们没有测到25瓦的实际充电的效果啊，我们现在就是补测25瓦充电效果，用这台16 Plus。 这部手机电池是容量是100，充电次数为0啊，大家看一下。目前手机电量是 19%， 还是以半个小时为基准。我们看一下25分钟能给这个手机补进去多少电量。目前充电宝也是满电的状态。充电动画开启，我们计时同样的开启。25瓦无线充电的时候，它的指示灯是蓝色的，同时手机充电的时候它也会有时间提示啊，多少分钟充到 80%。 大家看倒计时啊，已经32分钟了。目前手机电量已经到了 60%。也就是说30分钟左右给它补进去40个电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这就是 QI 25瓦的充电效果。这个充电过程我用热像仪采集了一下它的温度情况，壳里的表面温度在37摄氏度左右，这是咱们室内的温度20度左右。 iPhone 16系列的手机要用 QI 25瓦的功率的话，就必须把系统更新到 iOS 26以上的版本才可以啊。给手机补了 40% 的电量，充电宝本身还剩3个电左右。这根是充电宝配置的非标准短线，这个线材我们就不拆了啊。充电宝拆解有爆人的风险，请大家不要模仿。内部有锂电池，伤到锂电池的话，有可能会发生爆燃啊。这个充电宝上半部分有一个盖子，我们先把这个盖子取下来，撬不动啊，还是先加热吧。加热以后，顺利的取出这一块玻璃盖板。为了抗摔啊，这个玻璃盖板的边沿用塑料涂层把它稍微加高了一圈。充电宝内部的构造，这个充电宝磁力很强，它是用的加厚的强磁铁，旁边黑色的为泡沫双面胶，用来保护电池。电池主体上面还贴有绿色的轻颗子。线圈滴入解胶机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拿起来。NTC 热密电阻用来检测电池的温度。主板应该是用了2层啊，可以挑出上面的一层。2层主板是用排针进行连接的，底部主板有2颗固定螺丝，我们把它卸掉。再次加热以后，就可以把电池直接拉出来。充电宝的金属按键、LED 灯孔、泡沫双面胶把电池粘在壳体上。电池保护板上还有一张轻颗子。这个充电宝主板由3片 PCB 构成，散热硅脂贴贴在这个合金电杆上面。电芯由2块电池串联而成。兄弟们，关于半固态电池，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做一期科普，因为真正的全固态电池目前还在材料、界面、工艺良率这些硬门槛上爬坡，也就是说离全面普及还有距离。所以充电宝行业这几年真正能落地、能大规模上产品的，只有半固态这种过渡路线。咱们前面做过几期对比，传统的电芯在极端失效的场景里，往往是一次穿就反应很剧烈，能量释放非常的猛。而半固态电池在同类对比里更常见的是反应更收敛、更可控一些。当然，我也把话说严谨啊，不同电芯的材料体系、状态、结构不一样，表现会有差异的。这种测试本身也是非常危险，老铁们千万不要模仿。还有就是国内移动电源的新强制性标准，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已经走到报批稿公示、征求意见这种临门一脚的阶段，方向就是把安全底线写得更硬。规范里面首次引入针刺实验来模拟内部短路，并强调在多种异常工况下要做到不起火、不爆炸等要求，同时还新增对电池参数的监测、记录与可读取这类智能管理要求。所以你就能理解，在全固态还在爬坡，
同时安全新规越来越严的这几年，半裤带就会变成一个很关键的过渡选项。它不是保证永远没有事，而是更有机会把极端风险压在可控范围里，给系统保护与温控留出安全余量。回到我们手上这款摩米4，它把 QI2 25瓦认证无线和半固态电芯绑在一起，本质就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。它的半固态电芯经过多次穿刺实验，没有冒烟，更没有爆燃和爆炸，这就是给充电宝在极端安全情况下打下一个牢牢的稳固的底盘。高功率无线更热，更吃安全边界，它的电路底盘够不够稳？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给大家介绍电路架构。先看电芯，这款是摩米4定制的半固态聚合物锂电池，厂家来自深圳豪鹏科技，单颗容量是5000毫安时，能量值 19.4 瓦时，两颗串起来就是 38.8 瓦时。豪鹏科技2002年成立，主营锂离子电池及电池模组的研发与销售。保护芯片用的是深圳创新微电子出品的 CM1025 两串保护 IC， 配合旁边思音2002的保护开关管，负责整机的过充、过放、过流、短路温度相关的保护。创新微2017年成立，主业就是电池管理与电源管理芯片。主功率 PCB 上，一颗珠海智荣科技出品的 SW7201 4开关双向同步升降压控制器，特点是同步4开关管双向升降压。充电时把 Type-C 口的输入降下来，给两串电池进行充电，放电池，再把电池的电压升上去稳住，去输出 PD、PPS。控制器外围配了 4.7 微亨的合金电感，以及4颗来自深圳怡源科技出品的 ET6300 MOS 组成 H 桥功率级。怡源科技2015年成立，专注功率 MOSFET 等分立器件，两颗福建渝鑫电子100微法25伏固态电容，负责两端滤波。渝鑫电子2007年成立，主营铝电解电容，电流采样电阻两端用的各一颗 R005 贴片电阻，用于给 SW7201 做电流闭环与保护判定。思音 L633B 的线性 LDO 专门给协议 MSU 和无线 MSU 提供稳定的低压电源。协议 MSU 来自深圳星海科技，型号为 CSU3AF10， 负责 PD、PPS 握手、档位切换等。星海科技2003年成立，主营混合信号芯片与 MSU 等。C 口的 V-Bus 开关管同样是怡源科技的 ET6300， 还有一颗 NTC 热敏电阻，负责温度监控。无线控制这块 PCB， 它要实现的是 QI 2.2 的25瓦级别磁吸快充，它要先升压，再健全，再把能量正确的送进线圈的谐振网络。升压部分，无线控制 MSU 用的是思印 DRA-GON 20F3201， 这个厂家没有查到啊。搭配一颗16兆赫兹的贴片晶振，前级升压部分是 4.7 微亨的合金电感加两颗怡源科技的 ET6300 构成的升压半桥，两端用 MLCC 阵列做高频滤波，背面这里同样有一排，这就是把电池侧的电压抬到无线发射端需要的母线电压，为后面的功率级留余量。关于健全部分，板子上这一颗 QI 2.2 健全芯片来自北京紫光同心微电子出品的 T9 系列认证健全 IC， 为 QI 2.2 设备提供安全认证健全，它是25瓦认证无线的门票。紫光同心2001年成立，核心业务是安全芯片、安全控制器及相关解决方案，能量要正确的送进线圈谐振网络。两颗思印3808的 MOS 是无线充电的功率管，而两颗思印1030 MOS 做谐振电容切换用的开关，它们的作用是根据设备空载、负载、对准、偏移、功率爬升、维持等不同工况，切入或切出一部分谐振电容，让谐振点和系统控制更好配合。7颗 MLCC 就是无线控制的谐振电容组，无线发射端能不能稳，很多时候就看这组电容有没有被正确的管理。同时板子背面有3颗思印 K46 的符合3级管，承担使能、电平转换、3级驱动辅助这类功能。触摸芯片来自湖南融合微电子出品，型号 RH6016C， 做无线感应开关触摸交互，让用户贴上手机就充。融合微2007年成立，主营消费类电子集成电路及应用产品。兄弟们，摩米4这款1万毫安时磁吸充电宝，它的卖点写得很直白， QI 2.2 25瓦认证无线，再加上半固态电芯基本都给齐了，
先说安全底盘，电池用到2颗半固态电芯，配2串保护 IC， 把过充、过放、过流、短路这些安全项先兜住。前面测试片里看到它在高负载功率场景下的功率收放，其实就是这套保护加温控策略在工作，它不是玄学，是电路在说话。再看主功率和协议，智荣的4开关双向升降压，主 H 桥功率级，这套架构就是输入怎么来，输出怎么走，都有闭环可控，不属于那种能冲一下，但边界全靠运气的设计。无线这边先升压，再用健全芯片把25瓦的资格先拿到。功率 MOS 配合线圈谐振网络去适配不同百位、不同负载，这就是高功率磁吸无线想要稳必须付出的工程成本。25瓦的代价就是热，能稳住比能冲到更重要。最后一句话总结，这款摩米式磁吸充电宝的核心优势是可控，半固态电芯加保护 IC， 把安全底盘先打稳。智荣的4开关双向升降压，保证有线快充闭环。无线健全与谐振切档，让25瓦无线更容易跑稳。高功率带来的发热与调档取舍，也在结构里面有一因可循。我的购买建议就是，这台更适合苹果磁吸档想要 QI2 25瓦体验，同时更看重安全底盘的人，它的无线充电效果是很不错的。还有就是作为30瓦级别的有线快充充电宝，它也是合格的，只要你不介意它的价格。测试为了了解，猜是为真相，认真车载客观输出。我是离火车载，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